各位大家好，我是韦恩。在今天的主题分享开始之前，韦恩想跟大家提醒一件事，因为这一个主题的分享内容非常的丰富，所以韦恩会分成上集跟下集来与大家分享。因此大家记得哦，上集看完之后要接着看下集哦。欢迎收看今天的韦恩有话说。今天韦恩呢，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哦，这个时代非常常见，也非常容易被人家在性别议题当中很直白的来询问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挺同与反同重要吗？这么多年哦，韦恩在这个所谓的性别议题当中，一直在有很多的要说研究吗？认识或者是参与的过程里面，这两个名词哦，是真的离不开探讨这个议题。你到底是一个挺同的人，还是反同的人？对韦恩来讲哦，在这两个名词，在我的身份上面，也的确非常的困扰我。在过去的日子里，因为社会对这个族群有太多的不了解，这样子身份认同本身的这个族群，也有很多时候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生活。这也是韦恩过去在面对同性恋的身份的时候同样的问题，我到底应该怎么面对我自己？因为我的情感的需要，我的性感受跟绝大多数的所谓的一般人而言是不同的。那另外一个点也是韦恩在生活成长过程当中呢，一个产生的一个很大的困惑，也就是我自己到底是个男生是个女生。因此这样的经历过程的这些族群的确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没有办法用一个更自然或者是更明确的方式来看待自己。在经历了这么多年，整个性别运动的发展，有很多新的一个呈现的方式，然后有很多新的认识的时候，其实这些族群的人的需要，渐渐找到了一个可以被定义或者是可以被称呼的一个状况，也就更积极的，可以更明确的来表达我挺不挺所谓的 LGBTQ 的性别少数的这一个族群。每个人都需要被挺，每个人都需要被支持，因此 LGBTQ 的朋友当然需要被支持，也需要在所谓的权益上或在社会的对待上面也需要被重视，也需要被尊重，这个是我非常认可的。可是反同跟挺同这一个名词，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已经渐渐的呈现出一种绝对极端化的一个论述，变成是好像对于所谓 LGBTQ 的一些论述不是完全的接受的情况下，好像就不能算是挺同的一员，很快的挂上一个反同的一个标签。我自己经历这个很深啦，像我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过，我本身是一个基督徒，不用说观众朋友也都会立刻联想到大多数的基督徒就是一群反同团体。你要说基督徒反同吗？我也必须要跟大家讲，很多基督徒其实对这个议题也都不理解。不理解的情况下，在面对这样的一个状态或面对这样的一个族群的出现的时候呢，很容易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后退，会有一种防卫机制的产生，因为我不熟悉。这样的过程当中，当然这个防卫机制一旦出现，当事人可能就会开始感受到不舒服。谁会喜欢被防卫？谁会喜欢被质疑？好，我们回到这边来谈反同或挺同。你说基督徒反不反同？基督徒有很多人呈现出来的感受或呈现出来的一个样貌，好像可以的确用反同这样的一个名词来称呼。但是那怎么样又能够算得上真正的挺同呢？怎么样子才能够在这个所谓性别平权社会的氛围当中够资格被称得上挺同呢？特别是当挺同反同在一个很对立的时候，我要怎么跟不同的人好好的聊一聊，我或你在更深处希望在这个性别议题当中可以怎么去对话。我过去这些年呢，也有很多在参与这个性别运动，或者是在跟一些伙伴们交流，不管是所谓的挺同或反同的伙伴们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哦，不是聊挺同反同哦，是在聊性别的话题。
可是聊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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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容易哦，会很下意识的，或者是很不自觉的跑出一个哦，所以你挺同咯，哦，所以你反同咯，啊，你这就是挺同，你这就是反同嘛。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绝对的定义，让这个议题变成是一个无法理性对话的一个议题。如果你要说挺同，就是要挺在主流的议题当中所有提出来的这些议题的话，这个并不是我所认同的挺同。为什么？因为在整个同志运动的发展，在整个性别议题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议题被提出来，这些所有的议题我都要挺吗？我相信很多的同志朋友们也都不见得相挺所有的议题。那在这个时候，我就被归类成反同的族群吗？我不能够表达说有一些议题，其实我也都不能接受这样的论述嘛。在性别运动发展过程里面，我们听到非常多讨论性别议题的时候被提及出来的。早年呢，同性恋在谈的时候呢，我们会谈说啊，同性恋的权益啊，社会要怎么更认识同性恋这一个族群啊，要怎么理解、怎么接纳、怎么去认识，渐渐的开始会探讨到法律上要怎么样保障所谓同性恋者的权益等等等等的这些。我自己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真的认同同性恋的朋友需要被理解、被接纳、被认识。这个在社会的一个发展上面，在尊重人的这一件事情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我所认为需要让社会更加去认知到说，我们的身边还有一群跟多数人不太一样的一群人。到后来进入到这个同婚法案的讨论推动的过程里面呢，这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所谓挺同反同的一个分类当中了。当时我所认知的挺同反同，所指的是挺同婚法案或者是反对同婚法案。今天当一件事情进入到所谓法律的订定的时候呢，这当然会有很多所谓很绝对支持或反对的声音。其实这并不意外，这么多年来，台湾的法律不断的有很多的修正，有很多的调整。在这些修正调整的过程当中，也一定会产生很多支持或反对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但是似乎好像在这个同婚法案的演变的过程当中，渐渐的成型出一种氛围。这个氛围就是呢，如果你不支持同婚法案，很直接的就是你不支持这个群体。支不支持同婚法案会跟这一个族群有这么深度的一个连结，跟这么深度的一个绑定。这个法案很具体的呈现了社会对于同志族群，特别是同性恋族群的一个接纳度跟尊重度。因为当今天一个族群的尊重要拉高到用法律来尊重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社会必须去正视，因为它已经是一个要走向法治化的一个规范。如同我们现在在看所谓的原住民的权益一样的道理，早年没有太完整的原住民权益的保障，而如今原住民权益的保障变得越来越完整，也越来越广泛，以至于这一个群体能够有更多发声，也有更多能够被社会所重视，不会再轻易的用像过去什么山包啊、环纳啊这样子的一个贬义的称呼方式来面对这一块土地最原先就在这里居住的这一族群。同样的，今天我们在面对同性婚姻法案的时候，它也代表着这个社会怎么看待同性恋者这一个族群。这也是为什么支不支持同婚法案会这么容易的跟你支不支持这个群体有这么深度的连结。有这样的连结，我也不觉得它有什么不好。应该说，我不会用好或不好来定调说，这样的绑定如何？当时其实在所谓探讨同婚法案的过程里面，有非常多不同法条的提案被提出来。我相信这个也是立法过程当中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也不会觉得说这当中有什么不好。但是我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反同跟挺同被拉高到一个更极端的情绪上的对立的时候，变成是我们不再去讨论同婚法案要用什么方式去呈现一个社会所能够接受的同婚法案。它被拉高到一个就是你不支持，你就是反对这个族群。其实这让我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不舒服。这种情感上、这种情绪上的对立所造成的，就完全已经失去了理性对话的空间了。如同到现在，其实整个性别平等的发展，我自己也会感受到说，我必须很明确的、很清楚的表达我自己怎么去回应每一种的性别论述。然后呢，这些性别论述符不符合整个主流的论述，或者是整个政府单位所期待的发展，连在这个族群当中的人都被迫在所谓的反同挺同的场合或者是一些状态当中表态。同志运动这么多年的发展里面，不管是国内国外的这些同志大游行或一些权益的一些推动，其实当中也提出很多激进或者是社会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些论述。举例来讲，其实过去曾经有人提及过所谓的人兽交或者是恋童癖等等的这些论述，在同志的群体里，在 LGBTQ 的群体里，也不见得所有的人都支持。那来到同婚法案里面 LGBTQ 的群体里，也不是100%全部的人都这么认同说一定要有所谓的同婚法案。那这个族群的声音能不能被合理的听见？然后这个族群的声音在表达的时候，既然我们在谈所谓的性别平等，既然我们在谈每个人都有所谓的发言权，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在谈所谓的尊重。那这一些在同志群体当中不想要支持同婚法案的人的声音，如何被尊重，如何被听见，如何也不会因此又被贴上了一群反同的标签，很快的被排挤出同志的群体。为什么一定要很绝对的挺同跟反同？而你所谓的挺同的这个同里面包含了哪些内容？我想这个应该也是我们在探讨挺同反同的当中更应该重视的。今天任何的论述或任何的人，他的需要、他的感受或他正在面对的议题，需要被尊重，需要被支持，需要被了解，这样的相挺，我绝对认同。就像过去的我，在面对同性恋的身份，在教会里面，没有人理解，然后呢，也没有人能够好好的陪伴的时候，我会很难受，因为毕竟对我来讲，那是一个我所认同的群体。我要如何让自己在这样的群体当中更自在的自处？我相信这是任何人都需要得到的。我能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很自在的表达出我对这个群体的看法，就关系到这个群体的接纳度，关系到这个群体的认同度，关系到这个群体的彼此之间的安全感。而这个安全感跟认同度是在很多的对话、了解、互动当中逐渐开始去突破，逐渐开始去建立的。同志运动这么多年的发展，的的确确影响了社会对同志群体的看法跟认识。我相信现今的社会跟20年、30年、40年前相比，对于同志的接纳度是高很多很多的。可是我们仍旧出现了一个挺同反同这样的一个论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谨慎？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去厘清到底你想讲什么，我想讲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讨论挺同反同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点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让彼此了解我为什么会挺同或反同？这也是这一集的节目，我很希望能够让大家理解的。对我来讲，挺同反同都重要，但也都不重要。身为一个曾经用同性恋的身份看自己的一个人而言，我需要有人挺我。现在的我虽然选择了不再用同性恋的身份看自己，回归到我在定义性别的时候，就是只有生理性别的男女的这样子的一个我，也需要被相挺。因为我有我自己在面对性别议题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已经无法用反同挺同这么单纯的两极化的名词来决定了。
我的感受需要被听，我仍然存在的性的倾向，我需要被听。同样的，我选择不再用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名词来定义自己的我，也需要被听，也需要被支持。而这个支持不是用所谓的你已经变成异性恋，或你已经不再是同性恋，就好像解决了我的问题。No No No No，这个挺的过程是我愿意好好的陪伴你，愿意好好的关心你，我愿意好好的了解你，在你的需要上，在你的困惑上，甚至可能连陪伴的这个人也有很多不理解的情况下，我都带着一个开放的态度，去理解的态度来面对我的需要。这个是我对于所谓挺同的定义。我当然是一个愿意挺同志群体的人，因为同志群体所经历的事情，大多数人都不理解啊。到现在为止，所谓的异性恋者，虽然我不喜欢这些名词，但是所谓我们会称呼他是一个异性恋者的人，他真的能够理解同性恋者的难题吗？一个在生理性别认同当中，在认知上面很 OK 的这样的一群人，怎么能够理解我身为一个生理男性，却没办法接受这样的我，你却觉得我是一个女性，一个应该被称呼为女性的一个人，没有人能够理解的。可是这个不理解就应该变成说，那你就是一群那样的一个族群，我就不用管你了。你已经有了你的身份，你已经有了你的一个名词的解释，那就是你了。我觉得这对这个族群来讲也不公平。我的相挺就是我愿意不把你的状态在面对任何问题或面对任何互动关系当中的一个影响我先入为主的名词。对我而言，今天在我面前跟我说他是一个同性恋认同者，或者是他是一个跨性别认同者的时候，我真正所看的是你怎么了？这个怎么了？不是说你同性恋对或不对，不是你跨性别对或不对，而是你在这样的一个身份认同的探索当中，你经历了什么？你碰到了什么一些挑战？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一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并且能够帮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认同当中，我能够活得更自在，我能够活得更轻省，我能够活着更没有太多的框架。这个对我来讲是我挺同的方式。谢谢大家收看今天上集的节目，别忘了哦，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下集的分享哦。如果你喜欢韦恩的分享，欢迎你可以对韦恩的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任何的更新。也欢迎你邀请更多的朋友来收看韦恩有话说的这个频道哦。我们下次见，拜拜。